毛主席竟然被開除黨籍，4位共產黨領導人被黨內通緝。更離譜的是，黨內竟出現了2個中央和2個主席，而造成這一切的人，正是黨的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焘。1935年6月，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欻宮會師。這本該是一件大喜事，2支隊伍歷經千辛萬苦，終於會合，革命力量空前壯大。但中央紅軍經過長征，損失慘重，只剩下不到2萬人。而張國焘的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，手握8萬重兵，4比1的兵力對比，讓張國焘的野心迅速膨脹。他開始向黨中央伸手要權，要求改組中央軍委，擔任更高職務。黨中央為了顧全大局，任命他為紅軍總政委，但張國焘並不滿足，他真正想要的是最高領導權。之後因為戰略方向的問題，張國焘和黨中央產生分歧，黨中央決定北上抗日，而張國焘卻堅持南下四川。表面上看似路線分歧，實際上張國焘心裡打的卻是權力的算盤，北上是往中央靠攏，他只能當配角；南下是他的地盤，可以自己說了算。1935年9月9日，張國焘背着黨中央給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發了一封密電，命令右路軍南下，企圖徹底開展黨內鬥爭。幸運的是，這封密電被葉劍英截獲，連夜向毛澤東報告，毛主席當機立斷，必須北上，脫離險境。當天凌晨，毛澤東率領紅1、紅3軍團秘密出發，等張國焘反應過來，中央紅軍已經走遠了。張國焘惱羞成怒，幾天後，他在阿壩格爾登寺召開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，戲台子上掛着一條醒目的橫幅，反對毛、張、周、薄向北逃跑。張國焘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聲討毛澤東、張聞天、周恩來、博古私自率軍北上，既不報告也不交防，破壞了紅軍的一致行動。他們說北上抗日那是借口、托詞、幌子，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。僅僅過了20天，張國焘又邁出了更瘋狂的一步。1935年10月5日，他在四川啄木雕宣布另立中央，自任臨時中央主席。緊接着，他宣布開除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博古、張聞天的黨籍，並下令通缉他們。對葉劍英、楊尚昆則免職查辦。一個地方實力派居然敢開除黨中央領導人的黨籍，還下令通缉，這在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，簡直是荒唐。更荒唐的是，張國焘還給黨中央發電報，用命令的口吻說：“你們應稱北方局、陕北政府和北路軍，而他才是正統的中央。”直到一個關鍵人物的出現，才徹底改變了局勢。對於這個局面，黨中央會如何回應？張國焘的中央又是怎麼收場的？這個關鍵人物又是誰呢？請點擊頭像進入主頁觀看下集。